最近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的加密货币或者是股票市场的下行那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逻辑？是不是加息缩表呢？就一定意味着市场下跌？或者换句话说是不是货币紧缩政策就标志着熊市的来临？你好，我是阿力。我们今天视频主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希望你一定点击订阅按钮。我们今天主要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从历史的走势来看一下，在比特币的有生之年里所经历过的加息和降息对走势的影响。另外呢，我也会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美联储的政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在跟大家聊这些之前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到了很多其他的博主讲过的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意味着资金紧张，所以会导致股价或者是币价的下跌；降息呢会导致股价和币价的上涨。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先存疑一下，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比特币的走势和加息的关系。首先我们看一下2008年12月到2015年12月的这个7年，美联储的利率呢维持在0.25%，这个时间段呢，毫无疑问是经济危机之后的货币的宽松的阶段，而比特币也是从不到1美分涨到了400美元。这个阶段呢，比特币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阶段，也经历了第一个减半周期。我们可以说这7年的低利率对比特币的影响不是很大。那么接下来的这3年，我们就需要重点关注了。2015年12月到2018年12月3年，美联储加息了9次。从0.25%加到了2.5%，每次呢加息是0.25%。比特币在这3年正好走完了完整的牛熊周期，从2015年12月份的400美元一度涨到了2017年12月份将近2万美元，再然后呢就是2018年12月份跌到了3000美元，从牛到熊再到熊。其中前2年的5次加息比特币从400美元涨到了将近2万美元，足足涨了50倍。之后1年的4次加息，对应的时间段呢，比特币是跌了85%。众所周知这3年期间，大型机构呢还没有进军比特币，还是一个以散户为主导的市场。不管是从哪个方面看，这3年的加息也是看不出来跟币价有什么样的正相关。所以说，还是比特币4年的减半周期在起主导作用。美联储作为一个宏观调控的机构会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选择紧缩，经济低迷的时候选择宽松，所以呢不会一直加息，也不会一直降息。加息或者降息呢，它都是有自己的周期的。2019年8月到2020年3月这7个月，美联储降息了5次，3次是0.25%，一次0.5%，312暴跌的时候一次性降了1%，从2.5%降到了0.25%，也就是说回到了2015年12月份的水平。那么与此对应比特币处于2019年下半年的小熊市当中，最后出现了2020年的312的崩盘。那么312的崩盘呢，是因为疫情的恐慌情绪，基本上呢也是跟降息没有关系，而且说好的降息导致上涨也没有出现正相关。那么我们也可以捎带着看看美股自2008年12月份以来的表现。这个呢，我们之前节目也说到过，纳斯达克和道琼斯指数都是一路上涨。当然你不能看短时间的这个浮动，至少从2008年12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这13年期间，美股算得上是慢牛行情的一个大周期。我们总结一下，大家看到这里基本上也能明白了，加息和降息对比特币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我们也可以说，不管加息或者是降息都是跟比特币的价格的涨跌没有明确的正相关性。这里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前2天的讲话它有3个要点第一是3月底之前要减少资产的购买。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一点2021年美联储多次提到过要减少资产的购买。那么第2点呢，就是今年年内要连续加息。鲍威尔前2天还说不排除每个月的议息会议上都要再加1次息。那么第3点呢，就是后半年的缩表。前2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那么第3点的缩表到底是缩什么表？大家看这个图片美联储有一个资产负债表，也就是图片中的左右两边。按道理来讲，左右两边呢应该是数据一致，要增加呢就要同时增加，要降低呢就要同时降低。右边的负债呢就是要向银行发放美元现金，也就是我们通常听到的新闻里面说的美联储印钱了。
左边可以理解为购买股票、债券啊，或者是这个黄金等等啊。所以说缩表呢，就意味着要将之前大量的美元现金往回收，那么自然呢，这个左边的资产呢也会停止购买，所以说这个流通量就会降低，才有了很多人所说的这个缩表意味着股价或者是币价的下跌。但是呢，我们只用了历史过往的表现呢，就将这个结论推翻了。当然了，如果真的要一步一步的去证明呢，也是可以的。因为得出这个结论的人，他是犯了一个线性思维的错误。那么我在我的视频里多次强调，我们不能有简单的这种线性思维去看待问题，那么也不能以非黑即白的逻辑呢去分析事情。那么很多事情呢，需要多一些逻辑，多一些视野。我们前面提到了，美联储是美国的央行，是要对经济的宏观发展进行调控的，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进行紧急刹车，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要踩油门进行宽松。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经济的运行呢是有很大的惯性的，它不是马上就能刹得住车，或者是马上就能提速的。所以通常情况之下，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刹车，还会继续滑行一段时间。当然了，也有可能紧急刹车造成翻车的现象，这些都是不可预测的。再加上疫情期间美联储的踩油门宽松的政策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而且我们都看到了，目前只是通货膨胀比较厉害，经济并没有非常的过热，所以美联储的一系列的动作都不会从根本上解决任何的问题。当然了，这些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重点，我们主要呢是关注比特币在加息的过程中是不是会翻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人的观点啊。那么这个人呢是美国天桥资本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叫做安东尼斯卡拉穆齐。他在昨天的访谈中提到，比特币在暴跌之后会有14倍的回报，在4到5年内会达到50万美元，并且他指出，美联储今年不会有4到5次的加息，能有2次呢就谢天谢地了。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天桥资本Skybridge。我们之前提到过几次他们公司呢正在准备比特币现货的 ETF 基金，但是屡次被证监会拒绝。目前这个公司持有价值64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安东尼斯卡拉穆齐呢，同时还说，比特币的价值在于它的网络达到了一定数量级之后，就会超越黄金的总市值。我们都知道黄金的总市值目前是在10到13万亿美元。那么用25年，比特币就能走完黄金5000年所走的路。那么比特币会不会如这位大佬所说的一样走呢？我不敢在此断言，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图片作为结束。大家看下面这张图片这是最新的比特币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持有比特币1个月到6个月的这些持有人加速出售了他们手中的比特币，加速出售的比特币为供应量的7%。那么这些比特币的购买区间是4万到6万5之间购入，也就是说他们目前全部在亏损卖出。换句话说，短线操作的人已亏损离场了。那么这些人当中，希望没有你。我们下期节目会聊一下为何最近比特币会跟美股如此的正相关。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会持续不断的创作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